我儿本相安无事，使得靖安侯招募壮丁，逼着我儿前去防汛。我儿被洪水冲走，至今连尸体都没找到。你还我儿子！这是你的错！别冲动！别冲动！这是你害得我们无家可归！大人，你还动手！你们胡闹什么？你还打人！你们胡闹什么？这救济堂都是王妃出钱出力，她怎么可能会害你们呢？是靖安侯的，害我们无家可归，害得我家破人亡。你还我儿子！你们都冷静点！你们不能！你们还我儿子！冷静点！都是你，怎么可能呢？冷静点！陛下，上京城中难民数量日益增多，京兆府已搭建了营帐，并在城中设了粥棚。可放粮救济并非长远之计，难民之乱根源在利州，若不尽快把本溯源，只会让百姓怨声载道，对朝廷心灰意冷。陛下，户部已在第一时间清算了田舍、粮食及畜牧的损失，折合白银共计93万余两。只是靖安侯赈灾之举，致利州伤亡人数超100余人，此等损失，非钱财所能衡量。陛下，靖安侯赈灾不力，致百姓家破人亡，水患变本加厉。臣以为当即刻将靖安侯押解回京，严惩不贷，给百姓一个交代。定北王到。陛下，臣已命麾下副将沈玉随大理寺卿张骞同赴利州，押解靖安侯返京。押解之事自有。眼下利州大乱，本王命定北军随行，可确保无一纰漏。诸位有何异议？若出了岔子，本王一力承担。陛下，赈灾之祸确需明察，但朝廷首要之任还是解决水患，请陛下即刻派人平息水患，一切当以百姓为重。属相所言甚是，陛下，臣求请即刻调杨希路副帅郭秉茂率军入利州主事。杨希路新任帅司人选未定，眼下又出此等祸事，只怕军心浮动。此时调郭秉茂入利州，一可主赈灾事宜，安抚难民；二可稳定军心，替陛下笼络权柄。臣附议，若郭副帅不负陛下所望，平息利州之乱，也足见其可堪重托。着郭秉茂即刻赶赴利州，待利州事了，归京觐见。你特意派沈玉前来，可是怕靖安侯回京途中遭遇不测。利州赈灾事故实属蹊跷，臣疑心是有人欲栽赃嫁祸。若如此，那幕后主谋定会寻机灭口。
侯爷，侯爷，何人？属下奉王爷之命，特来相救侯爷。王爷啊？他如何说？王爷说，敌人在暗，京中凶险难料。侯爷返京，不但真相难明，还会遭来杀身之祸。您回去，唯有死路一条。你真是王爷的人啊！属下随定北军一同前来，一路上侯爷也看在眼里，如何能作假？属下这就带您离开，按王爷吩咐，先寻一安全之处暂避风头。沈骁将军，可知此事？王爷此举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沈小将军奉命前来，若知悉内情，免不了要被追责，自是不知情的好。王爷说了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侯爷须先保住性命，方可有来日啊！侯爷。我何处去？那边。你要带本侯去何处？自是与接应之人碰头，再有小道送侯爷下山啊。等等，侯爷，王爷一向是谋定而后动，他既有此计，想必早已想好了后路。我擅自离去，必会令天畏罪潜逃之名。不知王爷要如何堵住悠悠之口，查明真相？属下只是奉命行事。侯爷，阿谭，你先别着急，难民激愤之言未必就是真的。可有见之夫君？柴贵去了经济营打听，说王爷今日未曾去过。不过柴贵心细，去经济营时多问了几句。王爷昨日已获悉此事，并力派了沈家表少爷赶赴利州，亲自接侯爷回京。夫君思虑周全，得知阿耶骤遇此祸，必成众矢之的。如今有沈家表哥护送，阿耶一定能平安返京。姑父做事虽风风火火，可向来都有分寸，此事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待姑父回京问明缘由，查清真相，想来只是虚惊一场，不会有事的。这其中必然有误会，阿爷不会有事的。王妃，禀王妃，建安侯府外围满了难民，吵着要建安侯问罪下狱。奴婢折返时，正接禁军前去，说要查抄侯府。阿爷尚未定罪，怎就要查抄侯府？府中的张嬷嬷和其他人呢？可有事？奴婢并未见着。不行，我得回侯府一趟。阿谭，这些难民不分青红皂白，定会迁怒于你。昨日已是够惊险的了，今日只怕更甚。为防万一，你还是不要出去的好。府中现下无人主事，张嬷嬷他们定然乱了套，我放心不下，我必须得回去。阿谭。所有查抄之物，需悉数移交大理寺。大理寺接手之前，尔等必当全程看守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是。陆殿帅，陆某见过王妃。敢问陆殿帅，利州一案可以查明，家父究竟所犯何罪？圣上可有明旨诏令？圣上并未明旨降罪，利州一案仍在彻查当中。那禁军缘何查封侯府？陆某只是奉命办事。王妃留步。
我等奉命行事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禁军奉旨办事，生命难违，我也不愿陆殿帅为难。那能否请陆殿帅行个方便，替我传几句话入府？王妃请讲。还请转告府中嬷嬷，就说圣上尚未降罪，让他们无需惊慌，照旧过日子即可。若日后侯府当真遭难，就让嬷嬷将身契发还给下人，每人多发2月月例，遣散便是。莫要受名家牵连。请王妃放心，陆某一定转达。有劳陆殿帅。你们都可以走了。抓住他们！你们干什么？别吵了，你们3个还不能走。都说定北王独断专行，生杀予夺，王爷，这是要对我们这些无辜的百姓滥用私刑吗？尔等于侯府门前闹事，是受何人指使？都是靖安侯举措不当，害得我们利州的灾情雪上加霜。难道这天底下真的已没有公道可言了吗？我们大家可都是人证啊！没错，我们都是人证。什么靖安侯的女婿就是定北王，他在朝中根本无人敢得罪，他们就是互相包庇。就是，他们就是还给我们一说话。无人指使，我等都是利州的百姓，皆被那靖安侯所害，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我等自然是要到他的府上讨个说法。水中贵族百岁山，邀您继续观看。冒充难民煽风点火，以舆情施压朝廷，你们有何图谋？朝廷不为我们这些难民做主也就罢了，怎还要倒打一耙，污蔑我等？我们是冤枉的，我们真的是冤枉的，凭什么诬陷我们？京兆府安顿难民时，统一登记过户籍，大理寺已连夜核验，其中唯有你3人无户籍登记，来历不明。本王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尔等受何人指使？我不知道王爷在说什么。你这是要屈打成招吗？屈打成招，也得有招的机会。你既不愿说，那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。本王再问最后一次，说还是不说？我说，不能说，说了就是叛主。我说，我们都是海右门的人，可我们只是奉命行事，一切都是听从门主吩咐。至于此事受谁指使，我等真的是一无所知啊！爷，沈小将军传回消息，一切如爷所料，押解途中果然有人欲对侯爷不利，只是说，出手之人是随行的定北军将士。前
你究竟受何人指使？为何要谋害靖安侯？我乃定北军将士，自是奉定北王之命行事。我并非要灭口，而是奉王爷之命劫囚救人。邪派胡言！王爷绝不会背逆法度，恣意而为。押下去，带回经济营严审。是。他有服毒。陛下，依大理寺所奏，利州赈灾之祸根源已一目了然。靖安侯急于控制灾情，大肆征用壮丁，赈灾之时措施不当，以致百姓无辜丧命，实是罪责难逃。还请陛下早做决断，以稳民心，安社稷。陛下，靖安侯赈灾不力，自当依律法办。只是其镇守杨西路时，曾多次率军大败南律，大显南境10余年来边臣不惊。靖安侯可谓居功至伟，臣恳请陛下念在其昔日于大显之功，酌情处置，罪不至极刑。属相所言甚是，靖安侯本意是为控灾情，而非懒政懈怠，这其中确情有可原。那依宿相之见，靖安侯之罪，当如何论处？陛下，靖安侯赈灾不力，本当重责。只是，若为惜一朝民愤就斩过往有功之臣，岂非显得朝廷过于凉薄，也会令戍边将士寒心。不若念在靖安侯过往有功，免其死罪。只革职削爵，贬为庶人，另抄没其私产，充为利州赈灾所用。如此，既能给利州百姓一个交代，也能彰显陛下仁德。宿相所见，合情合理，臣无异议。既如此，便依宿相所见。靖安侯赈灾不力，罪责难逃，但念其过往之功，朕不忍处以极刑。着，靖安侯革职削爵，贬为庶人，抄没侯府私产，一律充公。利州之上界有100余里路，阿爷何时才能到界？王妃，张嬷嬷来了。王妃，将罪圣旨已下，侯爷被削爵革职，侯府也已被抄没查封。老奴已按照王妃吩咐，遣散了侯府下人。只是老奴在府里伺候了一辈子，早已视侯府为家，再无去处，这才厚着老脸来寻王妃。嬷嬷快快请起，你我早已是一家人，你日后留在王府便是。老奴谢过王妃。外头都说侯爷赈灾不力，害死了利州不少百姓。侯爷对此也供认不讳，可老奴至死不信，以侯爷的为人，怎可能草菅人命，祸害百姓啊？
王爷今日可有回府？王爷已有3日未归。备马车。是。陛下，朕知道你要问什么。靖安侯尚未归京，何故早早定罪？大理寺已查清了来龙去脉。靖安侯亦承认，确是他招揽壮丁，相助抗灾。此时定罪是为了尽快安抚民心，给利州百姓一个交代。靖安侯之罪若要深究，当处极刑。如今能保他不死，已实属万幸。陛下，据沈玉传回的消息，靖安侯曾亲自勘验堤坝，确定无决堤之险，才招揽百姓中自愿入伍者，相助加固堤坝，查漏补缺。大坝骤然决堤，可有查过是否是蓄意而为？决堤前，靖安侯曾隐隐听到大坝处有爆炸声。趁今日走访了不少难民，其中也有人曾在那时听到过异响。只是决堤后，洪水冲毁了所有痕迹，已难查证。阿旭，如你所言，此案背后隐情已无从查证。靖安侯之罪已成定局，若已是定局，也就罢了。此话怎讲？臣已查明，城中难民闹事，乃海幽门手笔。那幕后之主大匪周章，于利州设下陷阱，又在京中引发舆论，所求真的只是想让靖安侯削爵革职。所以他们还有后手。陆殿帅，就是这儿了。明家在上京统共2处别院，这是最早的祖宅。位置偏僻又无人居住，想是已荒废多年。进去瞧瞧，若无异样，即刻查封。是，跟我来。陆殿帅，里头有发现。爷，查到了，谋害靖安侯的定北区将士，才入营不久。此番沈小将军去利州，他是毛遂自荐，属下细查了他的入伍手续，一应无误，其身份户籍亦无可疑。甘愿负死者，若非死士，便是受制于人。一般人可做不得。应是为了钱。属下查得，他家中有一质子得了重病，急需银两求医问药。哦，对了，王妃在营中等您1日了。
王妃，夫君可知阿爷为何认罪？岳丈认罪，只是承认他实行过的赈灾举措，但并不代表利州一案就是岳丈之过。那为何圣上草草定罪？为何不等阿爷返京后再彻查真相？此案证据已在洪水中湮灭，且利州城百姓皆是仁者，若继续深究，只会引发民怨，对岳丈更为不利。可阿爷是无辜的，他定是遭人陷害，朝廷何该为阿爷做主，查明真相才是。此一场，暮暮朝朝一如霜，风吹动发丝凉，路笔重回岁月流光。王妃可信得过本王？当初与王妃约法三章，本王都记得。只要本王在一日，定会竭尽全力护住名将。多少次太平凉，第白首之约为王谈，偏偏是夜散落手掌。问世间有几多沧桑？这几日王妃定未睡好，去榻上歇息片刻，再过几个时辰便天亮了。待王妃醒来，我们一同去接岳丈。阿爷明日便抵京了。岳丈若瞧见王妃这般憔悴，定然忧心不已。相遇相知相守，只因扯情一往。庭院花落雕刻时光。本王不走，王妃安心睡吧。夫君这几日是不是也未好好休息？刀口同写为原来难民说的都是真的，这就是你阿玛的赈灾无力，已成天下仇。若非亲眼所见，还真不敢相信。看，就是他！来了，走过速速退去，需要拦路。王妃，阿爷！阿爷！王妃，走，快走！女儿来接你了。走！来人，把人给我请开！快走！阿爷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这不是你该看的。儿，快走！阿爷，快回去！阿爷，阿爷，快走！走！小心！走！回去！王妃，王妃，看着我！王妃，阿坦，
乐章会暂押于大理寺。阿谭放心，本王定会打点好一切，不让乐章在狱中受苦，好吗？阿谭。王妃，老奴已经收拾妥当。啊，是不是得在添上几本书，还有文房四宝，这样阿爷也好打发时间？奴婢这就去办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酒和点心，再多备些。是。啊，坠英，一会儿劳烦你将这些送给阿爷。若是阿爷还有什么需要的，让他尽管说，千万别觉麻烦。王妃放心，属下定会将话带到。不好了，王妃，王妃，京兆尹带了人来说是要搜府。哼，再不让开，一律法办。敢问京兆尹大人，王府所犯何事？需通府搜查。京兆府奉命办差，还请王妃配合。王妃放心。定北王府暂相安无事，眼下不过是循例调查，但之后会不会有事，还得查过才知。且慢，依大人所言，王府既无人犯事，又未牵涉嫌疑，京兆府凭什么搜府？既是循例调查，大人想查什么，我命人取来便是。王府定当全力配合。王妃，这是要与朝廷对着干。大人不必拿朝廷说事。方才那份牒文，并非是搜府之令，王府何来不配合一说？朝廷下令循例调查，该如何行事，自由京兆府说了算。本官说要搜府，那便有搜府的必要。若阻拦，便是藐视王法，背逆朝廷。给我搜！住手！撤！京兆府奉命办差，自是合情合理。但王妃所言亦不无道理。本王想问一句：大人今日前来搜府，是奉何人之命？自是圣上之命。晋安侯革职降罪，侯府所涉钱财，一律需抄检充公。昨夜，禁军于明家祖宅超出赃物，陛下震怒，令京兆府协助大理寺尽快彻查。以王爷、王妃与明家的关系，自是在调查之列。利州一案，阿爷是否有罪，还尚无定论。且此案关乎的是赈灾措施，何来赃物一说？铁证如山，并非本官胡言。本王即刻进宫面圣，问明情由。但定北王府不是谁想闯就能闯的。大人今日回去，尽可如实上奏，一切后果由本王一力承担。追营，在，即刻传讯沈玉，带一队人马驻守王府。若有人敢擅闯，不必来报，直接动手。是。走。
利州此劫是不是与义父也有关？本王已派人去查，只是眼下暂无实证。那个户部侍郎柳墨，可是义父麾下之人？王妃何来此问？夫君可还记得，那日我在南御河街散心时，遇到了柳侍郎。他那日的熏香和我当时去救九牛时所遇之用的是同一种香方。还有大婚前夕，那个带我离京的神秘人。这么多巧合，我觉得其中必有关联。阿谭见过义父。谭儿啊，哎，快坐，哎，来尝尝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多谢义父，只不过最近谭儿脾胃不适，不宜再试甜腻之物。哦，确实瘦了些。你幼时嫌读书识字太过辛苦，每每委屈含泪，哎，这一碟甜糕啊，便能将你哄慰住。义父厚爱，阿谭从未忘怀。今日请义父前来，实是阿谭有事相救。阿谭恳求义父设法救阿耶于水火。义父与阿耶数十年交集，自深谙阿耶之品性，他断不会做出杀害百姓、为祸社稷之事。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赈灾不当，乃意外之祸，谁也不愿见其发生。此案你阿耶尚有脱身之机，但通敌走私，可是关门落栓的死罪，任谁呀，也救不下你阿耶。什么通敌走私？靖安侯绝无可能通敌走私。朕也不愿相信，但是证据确凿，朕已无力维护。这些不过是南律的一面之词，只能证明南律想向靖安侯行贿。既无靖安侯回信为凭，如何能证明他有通敌走私之嫌？若只是几封南律书信，自不足为凭。可是禁军在明家祖宅里搜出了大量走私珍宝，那些可都是如山铁证，确凿无疑啊！禁军已起获赃物，证据确凿。父女情深，你一时难以接受，也是常理。不可能，阿耶他绝无可能犯通敌之罪。义父，阿耶年少从容，满腔热血，只为守大显国土，护一方百姓。不论身处何位，他都从未改变过初心。如今，
爷已不再是杨希路摔死，对朝堂局势更是无关紧要，还请义父高抬贵手，留阿爷一条生路。荒唐！你说这些可有凭据？你可知真正要害你阿耶之人是你的夫婿定北王？你阿耶返京是定北王主动请缨，派了定北军亲自赴利州押解。你可知途中发生了何事？一定北军将士趁夜纵放靖安侯，他坚称是奉定北王之令助靖安侯逃脱。定北王如此行事，无疑是想坐实你阿耶的罪名，好让自己置身事外。这不可能！你阿耶罪名未定，定北王便亲率禁军查抄侯府，这又是为何？此举分明是撇清关系，独善其身。谭儿啊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自你阿耶出事至今，他江旭到底为明家做过些什么？义父，阿谭不管什么朝堂争斗，什么立场阴谋，权势、地位、家财，这些通通都不重要。阿谭只求阿爷能活着。靖安侯身在朝堂，牵扯其中在所难免。他当初选定北王为婿，不就是因定北王乃上上之选，能携明家直上青云？官场宦海，谁的心思都一样，定北王亦不例外。他能因明家之事与你联姻，自然也能为了定北军与你明家割席。义父教诲的是，阿谭心中唯有最后一问。义父当真不能念在过往的情分，施以援手，救阿爷一命。你阿爷啊，毕竟有功于大贤，若他能主动认罪，圣上或可罪不及奴，赦免明家宗族连坐之罪。一直以来，阿谭都是以真心以亚父敬你。原本以为这段父女缘分不会因利而变，不过终究是我太过天真，竟不知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
谈就与这镯子一样，不过都是香言笼络人心、筹谋权势的一样物件，一枚棋子。但物件可任人送来赠去，人却不能颠倒黑白，随意拨弄。陛下，此案当真已无转圜的余地。朕已急召郭秉茂入京。郭秉茂跟随靖安侯多年，先前也是靖安侯举荐郭秉茂继任帅司一职。若郭秉茂能力证靖安侯清白，此案或还有一线转机。末将见过王妃。沈表哥，定北军在押解阿燕回京的途中，可是险遭不测。王妃都知道了。不过王妃放心，侯爷一切安好。王爷可知此事？王爷为救侯爷，事先早有安排。那人当真是定北军将士？他确是军中将士。事后王爷念其家中贫苦，还多给了一份抚恤金。是末将看错了人，险些误了大事。沈表哥不过奉命办事，怎能怪你？事情还未到最后，或许还有转圜之机。王妃切莫忧思过度，伤了身子。参见陛下。刘一丁，奴才在。你先下去。是。国清，平身吧。谢陛下。朕今日单独召你，希望你能无所顾忌，同朕坦率直言。靖安侯镇守南境数十年间，治下如何？形势如何？禀陛下，靖安侯曾率我杨西路大军，屡破敌军，收复失地，全军上下对他无不钦佩敬服，南境百姓对他也是敬仰拥戴，称奏侯爷为南境安定之柱石。靖安侯可曾罔顾朝廷之令，越俎代庖，与南律有私下往来？这，臣只知侯爷性子刚硬，认定了的事，任谁都劝说不动。8年前，永州大捷后，侯爷曾力排众议，与南律主帅私下相见，但他们商议了什么，无人知晓。郭帅可知，靖安侯这些年来
与南律可有过书信往来？有过。禀陛下，此事侯爷从未隐瞒。南律来信，无非就是协商互市，也时常有贿赂之举。不过侯爷从未理会。那侯爷是如何答复南律所求？这，陛下，臣不知。但侯爷通常都不予回信，只搁置了事。微臣印象当中，侯爷只回过1、2封信，但内容不得而知。郭某见过相爷。一点薄礼，不成敬意，还望相爷笑纳。郭大人客气了，请坐。今夜相爷特备薄酒，为郭大人接风洗尘。相爷客气了。郭大人骁勇善战，年轻有为。本相这杯酒敬郭大人，大展宏图，鹏程万里。谢相爷。多谢，郭某好武中人，粗鄙惯了，还是这般饮酒最为痛快。郭大人海量，不愧是军中豪杰。此番有郭大人作证，靖安侯通敌走私之罪，已毋庸置疑。郭某虽未直言靖安侯通敌，但圣上心中必有动摇。君臣之道最忌猜疑，靖安侯忤逆君心，即便有往昔之功，也再难为圣上所容。眼下人证物证俱在，靖安侯死罪难逃。此案已成定局，郭大人赈灾有功，本相已奏明圣上，擢升你继任杨西路帅司之位，执掌杨西路大权。请相爷放心，自今日起，郭某定以相爷为尊，马首是瞻。水中贵族百岁山，邀您继续观看。从明家走宅搜出来的赃物，究竟为何？可都是冲着阿姨而来。阿谭，
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可以瞒的？究竟发生了何事？殿下直说便是。禁军查得南律行贿白银10万两，走私珍宝5箱，另还有南律朝廷与岳长的通信。岳长犯通敌走私之罪，证据确凿。阿爷呢？会如何？圣旨已下，圣上念其过往功勋，为连坐名士一族。岳长，岳长3日后。3日后什么？3日后什么？事情未到最后一刻，本王定会尽力设法。阿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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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王定会尽力设法。你先振作些，阿达。如何振作？我该如何振作？那是我的阿爷，我唯一的阿爷。风吹动发丝凉，路笔重回岁月流光，眼底泪心底上。阿达，我只求殿下一件事。回头望，道路漫漫皆让我见阿爷最后一面。与谁相烛火摇曳的微光？多少次太平凉，一白首之月为望叹，偏偏是。事已至此，他是不会放过老夫了。本王已查过那些赃物，确乃南律独有。南律与杨希路交战多年，赃物从南境流入的可能性确实最大。但宿家掌管大钱海贸，想要暗中流进一些走私之物，用以栽赃嫁祸，并非难事。只是，眼下想要在3日内犯案，恐已无望。敌人在暗，如何防得住啊？王爷，你已是尽力了。老夫只是万没有想到，多年的旧交情谊在权势面前，不过是镜花水月。老夫戎马半生，保国护民，活到如今也算是够本了。我唯一放心不下的，就是谭儿。这段时日，谭儿定然难熬，还得劳王爷细心照顾，多加开解。对岳丈，眼下确实绝路。
并非是死路。眼下黑子大有东风压倒之势，与其为局部一子争斗不休，不若放眼全局，釜底抽薪。陛下，利州一案只是一个开始，陛下肱骨之臣，重用之事，日后必将重蹈覆辙。苏家盘踞大县多年，树大根深，若想釜底抽薪，怕是要牵连甚多。大县朝堂却已被苏家侵蚀至深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陛下，苏家植根在灵州，只要拿下灵州，苏家便再无倚仗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你俩今日怎么得空前来？还未到休沐之日吧？有何贵干？给你引荐一位稀客。哎呀，行了，不就是见个人嘛，给你们俩急的。当朝皇后是本世子的亲姐姐，本世子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见的吗？慎言。这位兄台是哪家府上的公子，竟能使唤得动禁军统领和探花翰林？哼，来趟别玉楼而已，何必搞如此大阵仗？姐夫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方才我不知道是陛下，阿玉言语冲撞，实是无心，实在是愚笨。陛下大驾光临，阿玉有失远迎，请陛下恕罪。起来吧，朕今日也是微服私访，你就不必如此拘礼了。朕早就听闻你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啊！这别玉楼更是别开生面，在上京一枝独秀，朕一直想来瞧瞧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难怪你这些年一直无心仕途，只醉心商道。陛下，真是折煞阿玉了。陛下御驾至此，实是别玉楼三生有幸，荣耀之至。都怪这二人没有提前告知，我若是知道陛下要来，阿玉一定提早预备，好好操办，让陛下趁兴而来，尽兴而归。就是不知道陛下微服至此，有何要事啊？朕想让你帮忙看个账。啊？哦。乍一看倒是都对得上数，可若细辨账面，这显然是市舶署的官印先盖上，再由人后补上的数目，否则这墨字怎么都盖到官印上去了。陛下，这显然就是本假账。依着这上头的数目，灵州海贸的抽检赋税起码被瞒了6、7成。近5年的账目便这般敷衍，若是再往前追溯10年，怕是更将不堪入目。
灵州赋税，积弊已深，朝廷早就该出手整顿。国有国法，他灵州并非是我大写的法外之地。这2年国库本就空虚，利州灾后重建更需不少银两。若能让灵州尽快补齐欠税，充盈国库，朝廷之难自可迎刃而解。灵州是苏家的地盘，海贸赋税这些年全为苏家牢牢把控。若想从中纠错，让他们乖乖补税，绝非易事。能堪此重任者，必得是深谙其中门道之人。眼下追查灵州赋税，正可敲山震虎，给苏家一个警醒。哦，灵州赋税，是不是就是朝廷年年派人去，却每每都有去无回的那个差事？你们说的深谙此中门道的人，不会是草民吧？多亏阿旭谏言，说你经商有道，对账目得心应手。朕深思熟虑，亦觉得朝中再无人比你更合适。阿玉，朕之所以微服来此，便是不想以军威压制。此非圣明，而是朕恳切之情。我姐知道吗？朕可就当你答应了。起来吧。阿雪人呢？让他来见我。圣上已命张世子前往灵州，审查抽解赋税一事。赋税乃灵州命脉，相爷还是应早做打算，防范于未然。历年去灵州的，总有1、2个有去无回。张怀玉无官无职，不足为惧。我会去信尔荣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这就是张世子所说的宴请。这是线下最时兴的野鸡肉馄饨，里头还加了嫩笋蕨，入口鲜脆爽滑。快吃吧，等过几日想吃也吃不上喽。怎么，这馄饨铺要关张了？这是本世子的印信，这是别玉楼的大门钥匙，别玉楼的账房钥匙。这是文涛阁的大门钥匙，文涛阁的后门钥匙。这把小的是别玉楼厢房里放契约的暗格钥匙。还有，这是我从小佩戴的玉佩，今后不管你遇上什么样的事，凭此玉佩去平国公府，府内定会倾力相助。你怎么了？发生何事了？莫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？你千万别灰心啊！你年轻力壮，宫中太医医术精湛，没什么病症熬不过去的。哎呦，最近真是犯太岁，姑父出事，你又得病，我真应该选个吉日去寒烟寺好好拜拜。我要去灵州了，明日就动身。就这？你出趟远门弄得跟托孤似的。
我告诉你，除文涛阁外，本小姐爱莫能助。还有这玉佩你也收回去，自小贴身佩戴之物，怎么能随意给人呢？绵绵，你有所不知，朝廷派遣赴灵州调查抽检赋税的周保平，为官清廉，却莫名侠妓暴毙。还有去年派去的官员，还未至灵州，便人间蒸发，至今还下落不明。至于前年派去的官员，不知怎的，突然失心疯般的胡乱杀人，当场就给杖毙了。我此番前去，也不知道会是怎么个死法。张世子可知这世间何种男子最能俘获姑娘的芳心？大多数姑娘呢，都喜欢不畏强权、为国为民的豪杰英雄。你看画本子里的男主人公，哪个不是壮志凌云的侠义之士？原来白小姐也喜欢这样的男子。好，本世子此番去灵州，一定替朝廷解决难题，凯旋而归。我说的是大部分姑娘，本姑娘喜欢的自然与众不同。那白小姐喜欢什么样的男子？你还是喜欢舒儿？你与舒儿本不相配。张怀玉，你有病啊！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舒二公子了？我只是敬仰他的才华。再说了，你凭什么说我和舒二不相配？这世间若舒二都与我不相配的话，还有谁能与我相配？那自是我与你更相配嘛。月上花万千，你是光点，对蝶依恋，烟火人间。四季心变，执手相牵，交织流转生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我没什么。好好保重，平安归来。本姑娘可不想给人看一辈子铺面。那白小姐明日会来相送吗？白首不言。绵绵小姐，你可算来了。怎么了？王妃的阿爷被降了死罪，明日就要行刑。王妃已经一日一夜未进室，也未合眼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你们怎么不来白府找我？哈谭，阿谭，你若心里难受，千万别憋着，你想哭就哭，你想说什么就同我说，啊，我们都在呢。没事，只是有些累。王妃，喝点吧。王妃可还记得这不老虎？王
妃出生时，侯爷欢喜的不得了。正好那时他在青州练兵，便带了只当地特有的布老虎回来。王妃出生头几年，一直是抱着这布老虎不撒手的。后来，侯爷要去杨希路赴任，老奴去送行时，您让老奴把这布老虎带给了侯爷。侯爷此次回京后，老奴无意间发现，原来这么多年，侯爷一直把他带在身边。王妃，为了侯爷，您一定要振作起来啊！苏邪，王爷可有消息了？吕娥一直候在外头呢，说有消息定会第一时间通传。你可知真正要害你阿耶之人是你的夫婿定北王？你阿耶返京是定北王主动请缨，派了定北军，以定北军将士趁夜纵放靖安侯。他坚称是奉定北王之令助靖安侯逃脱。定北王如此行事，无疑是想坐实你阿耶的罪名，好让自己置身事外。这不可能！你阿耶罪名未定，定北王便亲率禁军查抄侯府，这又是为何？此举分明是撇清关系，独善其身。谭儿啊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自你阿耶出世至今，他江旭到底为明家做过些什么？靖安侯戍边多年，兢兢业业，百无一失，怎么刚回京就闯了这等大祸？继位缠绵，怎么这侯府说抄就抄了呀？你们没听说吗？今日可是定北王亲自带着禁军前来抄府，定是定北王怕牵连自身，这才主动请缨提前查抄，以证清白，好将自己摘出。那禁军缘何查封侯府？陆殿帅奉的是圣上之意，还是王爷之意？他确是军中将士。事后王爷念其家中贫苦，还多给了一份抚恤金。阿爷说过，大显境内若定北王都护不下的，旁人就更没法子了。可我无论如何都未想到，我的婚事竟成了阿爷的索命符。奸人作祟，与你何干？这不是姑父的错，更不是你的错，错的是那些攘权夺利的奸佞之辈。不行，不能再苦等下去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我定要见到阿爷。我还有好多话未来得及跟阿爷说呢。你别急，别急，我去想法子，我一定会想到法子的。舅舅，老头，怎么样了？啊？都打点好了，幸亏圣上下旨命禁军看守。为父啊，这才能通融一二，否则就算为父也难入内见上一面。只不过，舅舅可是有什么为难之处？若实在不行，不是，是狱卒通传说是你阿爷不愿相见。什么叫不愿相见？是不愿见我，还是说
不愿见任何人。檀儿，你别急，也别多想。我想着，定是你阿耶不愿你见到他线下狼狈的模样。老头，哎，罢了，管你阿耶怎么想，你想见咱就去见。待天黑，2班禁军轮值的时候，咱们再进去。但只有1盏茶的功夫。你就别去了，人多了惹眼。姑父一向疼我也得去见上一面。行，那晚些进去的时候，你们就跟在我身后啊，千万别东张西望，露了马脚。走。计划便是如此。今晚丑时前，阿玉的车队必须离境。是。可，张世子对此事并不知情，若途中生变，可否告知？非不得已，此事越少人知越好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安排暗卫人手。等一下，你去以靖安侯的名义，给苏相递个消息。相爷，靖安侯在狱中传话，说想见相爷最后一面。相爷为何仍然愁眉不展？对付明家，非我本意。时是明庭远油盐不进，冥顽不灵。我与他相识20余载，即便他一直不肯表明立场，相帮苏家，我也始终待他如一。他千不该万不该，就是不该将檀儿嫁给定北王。圣上已命张世子前往灵州，深查抽检赋税一事。赋税乃灵州命脉，相爷还是应早做打算，防范于未然。这些都是你爱吃的菜，这酒也是我存了20年的佳酿。檀儿大婚那夜，你我才喝了个痛快，不想再见，竟已是这番光景。哎呀，你有何可叹的？啊？